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星露谷物语》。感谢大家对上一期视频的大力支持啊！我的视频上热门啦，感谢大家的投币点赞3连。这一期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多多支持小米哦。然后上了热门，我们就解锁了一个新的挑战啊，就是第一年我们要达到全 NPC 10金好感度啊。干度再一次增加了，难度肯定是拉满了，但是我仍然很有精神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完成的，就是考验了我们的规划和执行力了。那一上来呢，我们先更改一下设置啊，然后首先游戏的声音我们调的再大一点，小伙伴反映音量有点轻了啊，我们把音乐音量调的大一点，然后把这个背景菜单调成无啊。然后主要是这个缩放等级，大家普遍反映手机看会太小啊，那我们之后就调成130。但是之后呢，我在下矿洞的时候会有需要去大视野找这个洞口的时候，我会用到截图的这个功能啊，这是一个小技巧。当我们选择截图之后呢，它就会把整个地图啊，就是当前场景的整个地图，你如果是在农场，就是全部农场啊，就可以全给你截下来，然后你打开文件夹去外面去看就可以了，就可以方便你去找觅食啊，找这个矿洞入口啊，找这些东西啊。好，明天是晴天啊，第4天开始这个天气就不一定了，今天又不是个好运天啊，真的是。然后今天的目标啊，今天的目标就是钓鲶鱼啊，春3就是钓鲶鱼大作战啊，我们先砍一个箱子出来啊。然后之后呢，小米如果用截图的这种方式呢，会后期把这个东西尽可能的剪辑掉啊。如果你后边发现我去截图啊，就是因为我需要这个大视野啊。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啊。然后就是有关我们的这个钓鲶鱼啊，钓鲶鱼是所有打这种高强度档的小伙伴的春3噩梦的开始吧，因为它强度和干度都比较高啊。为什么说这个干度高呢？强度高是因为鲶鱼比较难钓啊，干度高呢是因为经常这个钓鱼的结果不满意，所以要回档啊。然后我们上期视频跟大家说了，我这个档虽然这个想挑战一下自己啊，但是不想打这种极限档啊。什么叫极限档呢？就是一定要不断的 SL 追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一定把所有的拉到极致。我们是希望能在有规划的前提下来完成一些挑战啊。但是规划是有门槛的，就是我们对于春3这一天的资金是有一个门槛的要求的。我需要大概7500到7600块钱啊，所以这样的话要求我的鲶鱼的数量，一个金星鲶鱼应该是300块啊，金星鲶鱼最少也得有13、14条吧，300块是基础价值啊。当我们今天钓完鱼之后，我们会升这个渔夫的技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钓鱼技能，这里会升5级，每5级会有一个职业的转职，可以2选1啊。我们选择渔夫，鱼的价值就能增加25%。这样的话呢，一条鲶鱼的话就是多少啊？算不过来啊，反正这个价值会增加12到15条鲶鱼的数量呢，基本上就能满足我的资金上的一个基本需求啊。当然，更多肯定是更好了。然后今天除了钓鲶鱼以外，能钓上这个铜粒啊，铜矿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信啊。信呢，我就过得会快一点啊。第一个是帽子店，第二个是我们晕倒了，每次在外面睡觉都会有一封信啊。然后第3封这就是罗宾的信啊，来说之前嘲笑我们的农场小啊，这个跟我们道歉，其实是变相宣传自己家的那个木工店啊。我们之后可以在他那儿去升级家里的这个大小啊，我们房子可以升级的非常非常大的，现版本又增加了几种房子的升级，方便大家后期搞装修。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去钓这个鲶鱼啊，所以我这个档，如果鲶鱼的数量不足啊，12到15这个数量，我是会回档的啊，我会反复的去刷这一天啊，我希望能争取一次性的成功啊，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啊。然后关于钓鲶鱼的位置啊，我以前是喜欢在这个乔迪家门口的正对面这个格子去钓的，但是在这个格子钓呢，我们上一期已经说了，你钓鱼的品质只是跟你的这个落竿的位置是不是深水区有关。你如果在这个格子钓呢，直着抛竿的话，它的深水区的位置要比这个斜着抛远一格啊。有小伙伴说，其实就是按照这个纹理的，这个纹理在这个位置是对的，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对的啊。就是并不是按照这个算的，这个作者这个设定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你看起来是深水区，但它其实不是啊，有些地方看起来不是，它也是啊，这个就太复杂了。
你只要知道，如果你在这边呢，你就需要往左抛竿抛出去才行，比较累啊。我推荐在这里直着抛竿呢，就可以抛到深水区里啊。然后钓鲶鱼之前呢，我们先再来把我们的视野放大一下。你的视野越大，你的这个划块看起来不就越大吗？会相对来说好钓一点。然后我钓鲶鱼也不是100%成功啊，大概7、8成的成功率。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上鲶鱼的数量不能开门黑啊，上鲶鱼的数量不能太少啊，太少我们肯定也完不成的啊。哎呀，不行，我得调整一下心态。一个开门黑让我心态有点崩啊。我要把这鱼汤喝掉啊！这鱼汤推荐就来了就赶紧给喝了，因为这个划块的大小是受这个钓鱼等级的影响的。这个鱼汤能给你加一点的钓鱼等级，你的划块会大一些啊，这个钓鱼就会好钓一些。你这个鱼汤喝完，等它失效了4分半啊左右的时间，你可能就升下一级了，你的划块就又涨上来了，这样就比较划算一些啊。啊，这就不来了吗？就全给垃圾了，我就跑了一条，至于吗？然后，如果昨天钓鱼的时候啊，你如果昨天钓鱼追求打极限利益最大化的话，越多的海凝胶越好啊。海凝胶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强了，不但加1钓鱼等级，而且维持时间足足有7分钟，比这个鱼汤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而且1毛钱不用花。这鱼汤250块钱一碗啊，真的是。哦，给了4个铜粒儿，不错啊，这是我们最想要今天这个时间点最想要的东西之一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想说的就是，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啊，我们的好。钓鲶鱼的时候不敢说话，特别的紧张。我们的这个宝箱里出煤炭是几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是这个宝箱里本来就是煤炭，二是在我们拿到第一个谷物之前，我们到现在没有完成谷物捐献那个任务啊。拿到第一个谷物之前，这个箱子里所有的出现谷物的位置会被这个煤炭替换掉，所以前期在没有谷物的时候煤炭出的会比较多。这其实是件好事啊，因为煤炭我们特别的缺，特别的缺，而且从头缺到尾啊。基本后边肯定是要买的，所以能多钓点，前期能帮我们省一些资金啊。哎呀，现在是1比1啊，钓了一条，跑了一条啊。上钩的时候干吱声，生怕是鲶鱼错过了啊。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目标是12到15条鲶鱼。然后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有关我上一期看日历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春季的那个沙漠的神秘节日啊，15到17号那个节日呢要求我们完成8次的献祭啊，也就是说要能拿到42500块钱啊才能开得了，也就是说最少在春14的时候你要拿到42500块钱。这个我当时以为把草莓省下来可能可以够啊，但是我后来算了一下不行啊，不够啊。我即便草莓种子大概我们就2万多块钱啊，我即便草莓都不种了都不要了啊，我这个也凑不到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基本需要你从春3之后每天都钓鲶鱼啊，可能才能达到。那有没有可能完成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啊，在以前的版本茶苗流开局就可以完成，但是现版本茶苗流大消了之后不行啊。但是另一个版本另一个流派崛起了，就是熏鱼流。但是熏鱼流呢，我们之前在威力那儿也看到过啊，那个熏鱼机1万块钱啊。除了河流农场以外，其他农场要拿到那个熏鱼机都要付出1万块钱的成本啊。然后这个熏鱼机的配方是需要3色凝胶，就是河流里、海里和洞穴里钓的3种凝胶啊，然后再加10个硬木，10个硬木意味着你需要最少有铜斧子啊，这些条件达成你才能做出这个熏鱼机啊，所以它的前期成本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最少我估计得在春7、春8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啊。那个时间点再完成会不会有点太晚了？当然，如果你这个春天的雨水特别的足啊，你说从春3、春4之后你一直下雨啊，这个熏鱼机肯定是划算的啊，非常划算，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鱼的价值直接就翻倍了，而且它的翻倍呢是按照星级翻倍的啊，我们的鱼星级越高，它的价值越高啊。
它直接按照这个星级去把这个鱼的价值进行翻倍，并且它这个翻倍还吃我们的这个钓鱼等级提供的那个鱼的价值的加成，而且它还吃工匠加成。工匠加成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耕作技能10级之后有一个转职，就是工匠啊，可以让我们的工匠制品价值增加40%啊。当然那个太后期了，那个东西哦，哇塞，这个宝箱还可以啊。那个东西想要达到这个10级得很后面啊，所以那个基本上吃不到的。但即便是这样啊，我们的鱼王大概的价值是春季鱼王价值是15000啊，如果能有那个熏鱼机熏一下变30000啊，那简直是美滋滋啊！如果能在春14之前钓到春季鱼王，并且有熏鱼机的话，哎，我觉得就可以去开那个沙漠节日啊，否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啊。有没有希望呢？你其实不是鲶鱼，是吗？我刚才看它动了一下，不是，被晃了一下，我看它快速的动了一下，我以为是。我这鲶鱼就上了2条，哎，12点了，完了。刚才那个箱子我还觉得挺好的啊，但是就上了2条，我一共就掉下来1条，这个大概率这个要放弃了呀。12点就1条鱼啊，我觉得可以放弃了。虽然有这些，虽然有这些啊。所以我们也说了很多啊，小米在这里做一个视频的剪辑啊，我们后边我会去干这件事情啊，直到我们干到这个全部一天钓鱼能钓到12到15条鲶鱼啊，然后我会把整个当天的钓鱼的流程全给大家录进来啊，就是包括宝箱都捡了什么，我会加速给大家录进来，不会缺失钓鱼的这个部分。但是去 SL 的这件事呢，我就不录了啊。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话，我不想重录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做一下剪辑啊。那这个档我肯定就放弃了啊，12点就只有1条啊，这个就太少了。好的，那么烧回来给大家看。
我的天，我的天，钓上来了这个东西啊，这爽了，舒服。可惜虽然不是大宝剑啊，但是也非常的不错了。我们今天的成绩其实还是挺好的，14条鲶鱼，现在还有大概2个小时啊。鲶鱼到晚上凌晨0点的时候就没有了。今天的成绩算是相当的好了。虽然中途还是跑了2条鲶鱼，实在是在我们4级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跑的。那我继续干啊，继续干，看看今晚还会不会有新的其他的收获。哇塞！紧接着就钓上来了5个高级鱼饵，让钓鱼条更长，并且使鱼更快咬钩。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留给春季渔网啊？我有点犹豫啊。还是我们现在就在鲶鱼上用了这个东西，一个值100块啊！现在用了会不会有一点点奢侈？一个100块，但是应用了这5个，我们刚好可以让这最后的1个半小时再拼一拼鲶鱼的数量啊！用了，反正是白捡的，也不亏。果然上钩的速度更快啊！可惜的就是今天没刷到鲶鱼饵，但是鲶鱼饵太难了，这个东西随机性太强了，我估计开14档也未必能遇到一次。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跟这个游戏的种子有没有关系啊？如果受种子影响的，那可能还行。哎，别！啊，我继续专心钓鱼啊！我们要把握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我们今晚就睡在外面了。好，最后的时间了，我们整理一下箱子。最后这几杆全是垃圾，不太好啊。我们把需要带回家的东西拿回去啊。这些鱼我们今晚反正也不卖啊，我们明天拿去找威力去换现钱啊。所以，我们可以给它留下来，矿物可以拿回家去啊。绿藻可以吃，也可以留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吧，就这样。然后这边我记得还有一个垃圾桶没摸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啊还算是比较圆满啊。好，升到钓鱼5级，我们一定会选这个渔夫啊，鱼的价值提高25%，然后我们会解锁一个新的机器，叫做鱼饵制造机啊。这个我看别人的视频是可以把对应的鱼放进去，比如说我们把鲶鱼放进去，它会给我产生这个鲶鱼的鱼饵啊。然后还有一个新的叫声纳浮标，这个东西就像是模组一样，就是我们把竿甩出去之后，它能告诉我们上钩的鱼是哪一种鱼啊，没啥大用吧。我觉得，因为我们基本上不会等啊，就是把竿抛出去后基本不会等啊。我们先看一下天气，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心情不错，还可以啊。小贴士啊，野葱我们的确要捡啊。好，那我稍微的收拾一下，整理一下格子。好，我们拿上我们要用的工具啊。首先浇水，然后说一下今天的想法。今天我们是打算用这个5级的钓鱼挣钱去升级一个铜制工具啊。至于这个工具选什么呢？之前小米一直走的这个，或者说自己测试背板的时候，一直走的是铜镐子，为的是让我们之后去下矿的时候，它能够冲得更快，冲得更远啊。我会选择在周4去冲，星期4去冲铜镐子，然后因为星期5开矿洞，星期4镐子星期4这一天不耽误，然后星期6能把镐子拿回来，星期6开始下矿啊。我之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新版本啊有了新的思路和想法。首先呢，我们之前
昨天跟大家分析过了，有关这个熏鱼啊，熏鱼流现在开局是算是替代茶苗流吧，一个非常赚钱啊以及重要的一个流派和思路了。但是呢，熏鱼流也有自己的问题啊，依旧是如果你非河流农场的话，它启动是比较慢的啊，它需要1万块钱的这个熏鱼的这个钱啊，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拿到那个鱼饵机啊，我们要制作出来这个鱼饵制造机的话啊，因为熏鱼配这个东西才最快啊，效果才最好。那这个东西需要3个铁锭、3个珊瑚和1个海胆。珊瑚海胆呢是要修这个海边的那座桥的啊，那座桥呢要200还是300根木头啊。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呢，我们往这个方向试着走一走看啊。我们先去生这个铜斧子啊。铜斧子生出来之后呢，凑这300个木头就相对来说容易很多了。我们这边砍出50根木头为之后可能用的木头做一下准备啊，然后我们拿上25个石头，5个煤炭。所有的你的铜啊，所有的铜，然后卖鱼的鱼啊，然后你的要升级的工具啊，你看稿子，那你如果想大面积的种地，你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生湖啊，但生湖中间因为明天不下雨啊，生湖的话明天你是浇不了水的，这一点你要注意一下啊，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要生什么工具啊，然后带上这些以后呢，我们回到河边去那什么啊，去拿我们的鱼啊，去拿我们的鱼。这些东西呢是用来做熔炉的啊，5个煤炭刚好可以炼5个棒。然后这边我后来自己重录的时候又种了一些树种啊。那现在版本的 NPC 的行动逻辑或者是行动路线有了一些变化，尤其是这个车站，因为有沙漠的那个节日了嘛，神秘节日，他们会去坐车去沙漠啊。我不知道这几个位置现在会不会被踩。以前版本那些位置肯定是不会的啊，那现在的确不清楚啊。那也没关系啊，我们到时候再看啊。我们把要卖的鱼拿着啊。鲶鱼呢，我个人建议就把这2条银星的留下来了。我们无论是献祭还是做鱼饵，它都是有用的啊。然后其他的鱼我们可以拿去卖。看看啊，这2条要不留着吃？留着吃很奢侈啊，其实是件很奢侈的事儿。我们拿着鱼竿，现在鱼饵可能也要再稍微的补一点啊。这个是留着献祭的，这个可以拿走。2条小嘴鲈留着吃吧。我现在舍不得吃那么多啊，但是2条小嘴鲈还是可以吃的。我们直奔威力那边啊，去买钱啊。鱼这个东西呢，由于我们是昨天晚上升级啊，如果你昨天晚上卖鱼呢，是享受不到你的技能加成的，我们只能今天卖。今天卖呢，老皮的商店、皮埃尔的商店啊，那个杂货铺是不收鱼的。鱼店呢，鱼只有鱼店收啊，所以我们得来找这个渔夫卖鱼。周6的时候渔夫是休息的啊，你要注意一下，你不要赶周6来啊。我们看看我们14条金星鲶鱼5250块钱啊，跟我们之前算的差不多，然后再配合上其他的鱼，我们的钱肯定是够的啊。把这些鱼我就一水儿全卖了啊。有9600只多，好家伙，这么多，好开心呐，这么多。哎呀，这要走熏鱼流，应该现在就换杆了啊。但是我们那边的鱼饵机还没出来，所以现在还不着急换杆啊。我们稍微的买一点点鱼饵啊，买个50个吧，买50个鱼饵凑100个啊。比目鱼饵，我挺想钓一个海凝胶的。如果真的要走熏鱼的这条路线的话，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走熏鱼的路线的话，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草莓。草莓其实并不是传统榨矿流程必须的啊，草莓是我个人的一个信仰。信仰可以放弃吗？信仰可以放弃啊，新版本可以放弃啊，没有什么原则。这个草莓呢，它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挣钱，因为草莓很值钱；二是用草莓可以刷很高级的耕种等级啊。这2波草莓收完，我们的耕种等级就会到6级以上啊，就比较容易后边耕种再长起来啊。这是2个最主要的目的。但是传统的或者正宗的极限榨矿流是不种草莓的，极限榨矿流呢会选择种防风草啊，在这个春天种大概5-6
600个防风草种下，也不浇水，然后就靠炸矿的时候去找这个雨水图腾，以及春天本身的下的雨啊，因为防风草只有4天浇水就能成熟啊，所以混4天啊，然后直接收获，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什么洒水器呀、浇水的这个那个体力啊等等的时间啊，全都省下来，这是所谓的极限流的打法但是我们是不走极限的啊。但是呢，这个方法其实是可以借鉴的。如果我们现在转走这个熏鱼的这个思路的话，把草莓的种子整下来啊，走熏鱼的这个思路，我们是可以这个够的啊。我们是这个草莓种子的钱，我准备的是2万块钱啊，然后大概也就是在春11、12的时候，我们就能启动这个熏鱼机啊，然后熏鱼机的话呢，因为它要消耗1颗酶，然后让这个鱼的价值翻倍，所以鱼的价值呢一定要比150块钱还要高，因为1颗酶的成本是150啊，所以就是不下雨的天，就是河流的。不是啊，这个矿洞湖的大嘴鲈鱼啊，是这个金星以上的大嘴鲈鱼才值得用这个熏鱼机啊。所以就是配合鱼饵机啊，这个不断的去钓大嘴鲈，然后配合熏鱼去熏这个大嘴鲈去卖啊，是一个现版本 1.6 版本的思路啊。但是我们现在既然玩 1.6 版本，肯定还是想往 1.6 版本的思路上去走啊。所以我现在考虑呢，要不要舍弃草莓而转走熏鱼的路线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上去留言，或者是投个票啊，看看觉得哪一个思路更好啊？我现在有点犹豫啊，想往这个熏鱼的路线走啊，因为熏鱼如果一旦成型的话，的确算是钱很多，但是它成型呢，非河流农场呢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是比较慢的啊，启动的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用草莓的那笔启动资金呢，还是能起来的，能起来的。我们今天先不去钓大比目鱼啊，但是大比目鱼的这个可以拿着啊，因为大比目鱼很值钱。我们拿着这个，我看看啊，这个箱子可以先留在这儿啊。没这个小黄花我们可以，哎呦，卡洛琳应该来不及了啊。卡洛琳应该是进屋了，没关系，我们之后还会去找老皮啊。我们9000多块钱肯定是要买包的啊。然后看一下啊，其他的不带了，走。我们去铁匠那儿啊，去铁匠那儿去买铜，然后在铁匠门口那里去烧铜，烧完铜直接就把斧子升级，然后去砍木头，然后去准备出鱼饵机啊，然后为我可能的熏鱼路线做铺垫啊。然后呢，明天呢就是下一期视频了，那得周5的时候就正常的去冲矿洞啊。然后我们再先别升级啊，没有资源啊，先去商店可以看一下这些东西的价格，煤炭150，铁150，铜矿是75啊。需要注意的是呢，这是星露谷第1年的价格啊，星露谷还会有通货膨胀哈。星露谷在这个第2年的时候，价格啊，这个矿石的价格是会翻倍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我们再多买15个铜，凑25个铜啊，这就够了。然后我们出去啊，我们出去，昨天没钓上来什么晶洞啊，否则还可以砸一下晶洞。我们就在这儿钓2个啊，最主要的就是把太阳鱼钓下来，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没钓到太阳鱼啊，晴天的河流里是可以钓出。呀，这有一个远古斑点。然后有小伙伴第1期说我漏远古斑点了，说狗窝旁边那里是这个斑点啊，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现在我们的屏幕上也能看得见啊，就是这个，这不是，这是一个草的贴图啊。现在作者加了很多这种草的贴图，很多时候容易误以为是远古斑点，好坏啊！他真的我坏死啊！哎呀，快点上钩！什么情况？浪费我时间啊！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要去钓大嘴鲈鱼的，哎，给了个宝箱。我们要在这里最少钓出一条这个，哎，就是它太阳鱼啊。这个是用来先进，给了高级鱼饵，给了高级鱼饵不能用在这儿啊，这高级鱼饵可能得留下了，这高级鱼饵肯定得留下了，用在这儿可太不划算了。这回我们每烧1颗矿就钓1条鱼吧。1颗铜矿有1颗铜锭炼制时间是30分钟啊。这小嘴鲈鱼都可以拿来吃啊。快一点。等待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啊。
但是熏鱼呢，它的上限其实是取决于你整个春天下雨的数量的次数的，因为熏大嘴鲈鱼它其实说是赚吧，它也未必比草莓赚的多很多。草莓最重要的是它有经验啊，它有耕作经验，这个东西是替代不了的。但是如果是鲶鱼的话就不一样了啊，鲶鱼的话，如果再配合上鲶鱼饵，配上熏鱼机，一天挣个大几万啊，不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跟天气有关，就很看运气啊。下雨这个东西前期我个人觉得是很难人为的去改变它的，就怎么说上限极高吧，但是下限也不算低啊，我估计是不会比草莓的收益低的啊，我没有仔细的去计算啊，后期米也可以算一下，不负责任的甩给了后期米，后期米实惨。12点40，这个时候卡洛琳应该从温室里也出来了。一会儿我们去把这个银星的黄水仙送给卡洛琳啊。茶苗，哎，这个东西好啊，后面做熏鱼机的时候可以用。河流的这个凝胶，我个人觉得是最好弄的。快点，急，很急啊，急国王。好，我们去做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需要5个锭就可以，千万别生垃圾桶啊。垃圾桶的作用是可以让你把这个东西，我不是可以这样把它东西扔掉吗？可以回收一部分的资金啊，垃圾桶等级越高，回收的资金数量越高。但是你即便升级成最高级的垃圾桶，它也不是100%的让你把资金全回收啊，这有什么用？你如果最高级的可以100%的把这个钱全都回收回来啊，我觉得还有一点用，否则这有什么用？哎，出来了啊，刚刚好。小花花跟他对话。好，然后我们去找老皮买一下背包，在这里啊，因为不在商店的小伙伴可能会看不到，在这个位置啊购买。然后呢，其实是可以买防风草种子的，因为我明天防风草就熟了啊。我思考一下啊，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这么走啊。今天买种子的好处在于明天不用再来老皮这个商店了。防风草种子是20块钱一个，我现在这边买我只能买100个，只能买100个。我们走防风草，不种草莓啦，不种草莓了，草莓是信仰，草莓也会种，少种一点啊，草莓种20颗，种20颗足够了。100个，我思考。我刚才初步的算了一下，一个春季的草莓收入大概能在4万块钱左右啊。那如果还要刨去一些成本啊，我这里是刨出了成本之后啊，就是纯的净收入大概在3到4万之间。那这个钓鱼呢，我们只要每天钓的鱼的数量超过15条吧，大嘴鲈鱼啊，只是保守大嘴鲈鱼估计的话，应该就不至于亏本啊。我觉得还是可以一试的啊，这个思路我之前没试过啊，但是我决定，虽然很冒险啊，但是我决定在我们的这个实况流程里试一下啊。好，那我们这里就买了100个防风草种子啊。防风草种子如果要走这个路线，放弃草莓，我们要的这个工作的经验是，草莓让我们的保底就是6级耕作嘛。我们按6级耕作来算的话，我们需要的是400个防风草种子啊，让它收获啊。一个防风草的收获经验是8点经验啊。我们6级耕作需要3300点经验，我们现在已经1级了，这波防风草收完就应该已经1级了。1级之后是100点经验，我们之后只要再有3200就够了，所以刚好是400个防风草啊就足够了。这里没什么可弄的啊，我们把这个韭葱剪了，然后我们开始钓鱼啊。上面有野山葵拿不到啊，现在矿洞那边还过不去啊。这边大嘴鲈呢，尽可能的去钓这个1星完美的啊，当然虽然比较难啊。所以啊，我们计划做了一些改变啊。那初级洒水器可能就不用了，我们就靠防风草来赚这个经验，就靠老天吃饭啊。老天不赏饭吃，我们到时候就去矿洞里找饭吃啊。所以初级洒水器可能也不用了，这样一来会流程简化很多啊。算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反正这个档挑战已经很多了，对吧？狮子多不怕咬了已经。
哎呀，我录第一天的时候，就是我这2天是分开录的啊，因为不是中间是涉及到了这个鲶鱼的数量啊，我又自己私下重干了一阵儿嘛，我这个3号和4号这2天我是分开录的，3号的时候还只是加了1项挑战啊，4号的时候我录4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增加了全成就的挑战了。啊，大家的这个支持真的是太热烈了！星露谷的热度竟然有这么高，真的是远超我的想象啊！我从没想过星露谷竟然有这么高的热度，惊呆了我。所以全成就啊，这个档也是我们的挑战之一啊。然后就是全成就的话，最大的难点还是在于一命通关草原之王啊，这个是最大的难点啊。这个到时候怎么弄，我再想办法吧。其他的，我个人觉得都只是靠运营和规划都可以啊。那个是真的需要靠技术的。这小米是标准的手残党啊，这方面的技术基本上为零。掉了一个1星的大嘴炉啊，我们大嘴炉只在晚上7点之前有，所以能掉多少尽量掉多少啊。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多少钱，是可以睡在外面的啊。我们争取这个钱吧，就不要留太多。前期呢，因为我们就是春季的前1周，基本上我们都是每天都能升级啊，利用好你这个升级的这个时间啊。只要是升级的时间呢，就可以晚上不回家啊，就可以把你的工作时长从12个小时，就是从晚上凌晨12点本来应该睡觉的，就压榨到了凌晨2点啊，多干2个小时活啊。哎呀，这627的生活谁懂啊，家人们，谁懂？煤炭啊，煤炭也很不错啊，因为须臾也是要煤炭的成本的。然后我们转为钓鱼的话呢，钓鱼最大的好处是它比较容易有惊喜啊，就是因为钓鱼的时候还会有宝箱，宝箱是一笔额外的收益，万一宝箱里出现比如说书籍啊，现在版本书籍是很厉害的，据说是可以钓鱼钓出来的。再比如说财宝箱，一个财宝箱是5000块钱啊。再比如说一戒啊，就是一矿的做的那个戒指啊，那个戒指超级强。啊，如果能在钓鱼的时候拿到啊，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大的助力啊？我们把能吃的东西先拿出来吃啊。吃这个1星，先吃金星小酒炉吧。绿藻其实可以吃了，因为我们现在版本据说鱼籽并不一定非得要用鱼塘才能获得，鱼籽有别的方式能拿到啊，所以。留1个鱼塘的海草应该是足够了啊。留1个鱼塘的，我们这8个啊是可以吃的。先搁这儿。好，我们继续钓鱼啊。哦，这是什么？说什么来什么？海之宝石，钓鱼宝箱有几率开出鱼籽。好家伙，这回彻底不用建鱼塘了。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用建啊，但是就是前期不用为了献祭建鱼塘了。这直接就来了一本书啊，知识的力量，我学会了新能力啊。好像钓鱼还能钓出来那个垃圾桶的就是产物品的概率更高那本书，好像是啊，我不确定。有一本书不错啊。然后读过的书呢，会在这边有显示的。
今天大嘴鲈并不是很多啊，就2条啊，钱肯定是挣不了多少了。这些鱼其实可以在不缺钱的时候暂时考虑不卖啊。要看下雨，如果中间有下雨呢，我们要把防风草的种子给它补齐啊，不能亏这个浇水的次数啊，能少浇一次就少浇一次啊。就退一万步讲，最后那400个防风草要我们自己再浇那么1-2次水，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啊。不走极限嘛，反正我们也。所以这个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还得把防风草的种子补齐，也就是20乘以300要6000块钱啊。所以6000块钱的余量我们肯定要准备出来啊。再就是不用草莓节了，草莓节也要准备一下，就要买20个草莓啊。20个草莓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春1日的时候就种下了花椰菜，花椰菜的成熟时间刚好是13天啊，也就是说在春13的当天我们就能收到花椰菜啊。然后我们献祭的有一个献祭包里边啊，当然我说的是非混合献祭，混合献祭有概率变啊。就是作物的那个包里，作物包里是有可能是土豆、花椰菜、青豆和这个防风草这4个啊。那如果是这4个呢，我们就可以在春13的那一天啊，去参加完草莓节回来那天晚上去把这个献祭给完成。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到那个献祭的奖励是20个初级生长激素。这20个初级生长激素呢，给这20个草莓施肥，可以让这20个草莓在春天剩下的时间啊，春13种下并当天晚上浇水，在剩下的这个时间里收获3次啊。那正常的草莓呢，你如果不施肥的话，是最多只能收获2次的啊。那这个就非常的值得了。这也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我选的是混合献祭啊，这个东西是有可能被打乱的啊。万一被打乱了呢，就没有办法，只能说是尽人事听天命啊。这是我的计划。那如果不种这些草莓，20个草莓，每一个草莓的成本是100块钱啊，100块钱。20个草莓的2000块钱就够，也就是说之后我们再为种子只需要留8000块钱啊就可以了。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还要在春6日的时候去升级稿子啊，应该要升级的，否则我们后边矿洞会冲不动的啊。所以升级稿子呢也需要这个钱，需要2000块钱。至于再一次升级需要的这个铜粒儿或者是煤啊，我们都不需要再额外的买了，我们都在矿洞自己去刷啊。5号就开矿洞了啊，我们下一期就是为了冲矿洞，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啊。所以我们这么一算下来呢，也就是大概需要准备1万块钱左右啊，在我们其他的东西还没有的时候，就1万块钱左右，1万块钱左右，光靠大嘴鲈鱼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啊。还是得看有没有下雨天有没有鲶鱼啊，我们得抓紧去等这个斧子回来，去把这个鱼饵鸡给弄出来啊，否则我们大嘴鲈的数量太少了。那个鱼饵鸡我不知道后边版本会不会削弱啊，反正在现在的这个版本里，鱼饵鸡的这个效率极高啊，鱼饵产能又快，然后鱼饵用下去基本上9成啊，8到9成吧，10条里有9条到8条都是你想要的那条鱼啊，哇，那叫什么效率？再加上大嘴鲈鱼我们是不会空军的啊，不像鲶鱼还有空军风险，就非常可怕了啊，效率应该是很可怕的才对。就唯一不好的就是大嘴鲈鱼它每天的刷新时间比较短啊，它限制的比较死。我今天钓了好多这个高级鱼饵啊，但是这个高级鱼饵我想留给鲶鱼或者是未来的鱼王。11点50，如果你今晚不想睡在外面呢，大概最晚12点20啊，你要往回走了。我们今天最多也就扣13块钱，我觉得可以接受啊，13块钱，我们就在外面了。我升级了，所以没有关系。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收拾一下啊。炉子留在这里啊，之后下矿的时候用的。
然后鱼竿不放在这儿啊，万一后边下雨的话不太那啥，我们把防风草带着。鱼饵可以暂时放在这里，稻苗，觅食我们拿回去，垃圾拿回去，垃圾后边可以用垃圾回收机去回收的啊，宝石、晶冻，然后要卖的鱼啊，肯定要卖的鱼可以先往回带一带，这个鲢鱼可以留着吃，所以先可以留在这里。这边是献祭的鱼啊，沙丁鱼和大头鱼都是献祭的鱼，这两个是要卖的。然后看一下啊，和凝胶，和凝胶，高级鱼饵。我怕我忘啊，主要是我经常忘记我把什么东西放在哪儿，高级鱼饵带走吧。好啊，然后再抛一杆尽人事听天命啊。哎，上了，可以啊。好的，那本期视频时间也差不多啦。这一期我们又给大家往后做了春3和春4的钓鱼流程啊。后边如果想走训育流派呢，钓鱼的流程可能会比较多啊。不知道大家爱不爱看钓鱼啊？当然种地的地方部分呢，我们也不会少啊。到了夏天之后，我们会疯狂的开始种摇桃。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大家一直的点赞、投币和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大家拜拜，拜拜喽。